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啊，就是标准的这种官窑制式啊。哎，它这个是什么毛病啊？这个是局部有修，然后有很多喷胶修复了。但其实现在就实话实说，现在的这个市场来讲，其实这些就是买官窑的最佳时机。对，真的，因为这个在我10年前入行的时候，这可不是现在这个价格，那个时候好贵的，20-30，差不多。光是没有，光是的话就十几万。十几万。那个我说的是一对儿。那挺差不多平上。一般成对儿的好多人买了，我记得那会儿好多成对儿的那种出来。对。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就是以审美一轮一轮的嘛。对。那个时候真的好贵。对，这也是官窑中的一个经典的品种。对，包括对我们现在去那个故宫的陶瓷馆，它里面专门开辟一个就是这样的展厅，就是这个琢器的一个发展脉络。对，它这个我们常见的这种官窑立件就有那种，比如说玉壶春瓶那个竹石芭蕉。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八卦的这种从视瓶。对，八卦从视瓶，然后还有那个包括笔记瓶啊，这大概是6-7种。对，然后它乾隆时期更多，到了清中晚期就是这6-7种，是从乾隆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对。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天天都说觉得御用皇家的很好，其实这个就是皇家。对，它就是皇家。而且我觉得将来市场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从古至今的时候，一直都是什么？就是你的天地，就是包括你的礼器啊，还有你的那个，就是祭祀是国家头等大事儿。对，高于一切。叫什么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你想吧，这种东西就是咱们怎么说？就古代的那个我们古人重视的程度，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不能得罪老天爷。这个孔夫子也说过，不，孔夫子那个对，就是孔子说的，获罪于天，无可导也。就是你要得罪了老天爷，对吧？那个你怎么祷告都不管用。对，所以这个东西就还是觉得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是怎么样？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高级的。是它，即使现在可能市场没有觉得它很高，把它捧到那个地方。好，下一个。好，那下一件呢也正好有一件这个小的从瓶啊，一个小的啊。这种应该是把玩的是吧？对，相对来说一个小的从瓶。这个从瓶呢是一个就是仿鸽釉的但是这只从瓶啊，虽然说它不如官窑那么精致啊，一个民窑的一个品种，但是这只呢，这个第一个它是有点仿鸽釉的这种开片的啊，然后形制还比较小巧啊，更小一些，比较适合这种呢，既能陈设又能上手板啊，我们叫这个小气大样啊，小气大样，这就说的那种八卦的这种从瓶啊，带有八卦纹的哈。但是这只呢，就是虽然说年代略晚一点，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它属于呢以前这个退培的，就是特殊一个年代啊，就是在这个属于上海文物图书管理小组，也就是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前身啊，它当时这个退还的这个一件，它的来源出处也是非常好的，就说明这件东西当时在博物馆待过。那个一个标签是退文003-1啊，有可能这个当时是一组有3件，03也不一定，可能各2件啊，就是它是3号中的其中1件，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第3件啊，对，徽制，它这个就形制就更像古代的时候玉琮的那个，对，更接近。刚刚我们时代还有那种特别那个良渚的话有特别长高的那种，说了，对，所以这个来源也是很好，非常加分，对，也是可以很放心的去买，对，而且这东西它至少可以就是等于追溯到60年代之前了，对，你想想，就这种东西就是有来源出入的东西，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放心啊，也给大家筛选，就是说买东西呢，就是有人怕这个东西买不对啊，这个钱花冤枉了什么的啊。那这种呢，就大家就可以放心买，没有什么争议的。而且这个是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如果再出手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加分项。对。OK， 那我们看看。好，这件也是，这是一件这个仿鸽釉的一只三足桶式炉。哎，这多少号？哎，号丢了。70号。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也属于这个一件文房用具啊，这一只这个香炉，这属于三足桶式炉哈。也是一个仿鸽釉的一个品种啊，就是在这个明清两代啊，尤其是5大名窑，也是就是到了明清两朝也是很就是这个推崇备至的。对5大名窑的品种中，鸽釉呢以其特殊的这种审美啊，金丝铁线这种开片，也是赢得很多后人的这种青睐。那到了这个清代啊，尤其是康乾3朝，它的摹古之风比较盛行，就是追摹这个5大名窑的这个作品，无论是帝王还是到下面文人士大夫，也是都有所这种
这种磨制的一些作品哈。嗯，这个呢就属于仿关窑的很典型一个金丝铁线开片的这种搁入的这个三度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釉面啊，就是在追摹这个宋代那种啊金丝铁线这种开片哈，也非常雅致。它这种也属于这种颜色釉的一个作品啊。那香炉啊，作为这个就是这个焚香哈，我们说的这个古人4大雅士，焚香的这种其中的一个器皿必不可少的啊。比如说还有这种什么炉瓶盒、30它都要配套的东西，很讲究的啊。炉瓶3式。对对对。而且这个就是在5大名窑里面，这个都有汝窑和定窑啊，都可以见到这种，当时应该叫连式炉，是吧？类似这种情形。连式炉一般会那种更大一些，更大一些，但是基本也是这种筒式这种样式，对，所以也是很高级的。我感觉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乾隆时代，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发现现在当代瓷啊，就是他们说的大家喜欢的、顾客喜欢的、广大喜欢的单色釉和这种仿5大名窑的，你知道吧？也就现在的新瓷都很受追捧，所以我感觉我们的审美又回到了雍乾时代。是。然后还有那种特别花的、精细的那种。然后大家可以看看底部哈，底部的特写哈。好，这只好像是口沿有个磕，然后底足这里面有修吗？对，这种修有的，这里有是吧？它修是带了个开边夹式。好，来我们下一件。哎，这件好好玩呀。让我摸一摸。这个好像以前我们公司也有拍过。有还拍过成对的啊，拍过成对的，对，拍过10万多，69。这种呢就给大家讲叫相生瓷哈。对，就是在这个乾隆时期开始啊，尤其是这个就是还得不得不提这个著名的这个人士，就是唐英啊。他当时呢创造了很多这种我们叫相生瓷或者叫仿生瓷的品种，就是用瓷器这种质感和釉色或者其他颜色来模仿其他的这个材质、不同材质或者动物啊等等这种形象啊。那这个呢就很明显的是一个仿那个用瓷器仿那个元宝哈，对，金元宝一件作品。这个最早的是18年北京成轩，就我前面也提到了几家比较好的开发行啊，北京成轩当时18年拍出来的，当时就3万多，有3万起来着，我忘了，反正大概3万5左右出来的。然后这件呢就大家可以在书上对过，它是18年，18年11月19日，落的号我忘了，我为什么这个日子记得比较清楚啊？因为这天正好是我生日，所以呢，当时我查记录的时候，查到这个我一看，呀，我说这个日期居然是我生日那天啊！就是我当时征集的时候呢，就是别人跟我说有个记录，然后我就帮他查的，我就现场给他，他说以前在成安买的，我就一个个的给他翻，就翻到了，因为它是能对上的。这种呢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这个就是相生瓷，因为它是一件瓷器，但是你乍一看呢又像一个金元宝。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创新品种，这当时就是乾隆觉得能创烧，对，这个一个创新品种啊，对，它就是你可能不轻易一看到，还以为就是一个什么金元宝呢，但其实它是一个瓷器啊，一个仿生瓷的品种啊。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好玩，就是像很多我们的象形瓷，比如说有一些笔帖，然后仿那个什么做核桃螃蟹，核桃螃蟹，对，很好玩。对，在那个书上，故宫那个书上都能看到的。对，做的特别厉害。我就是感觉把这些其实集到一起，其实也很摆到你的多宝阁，很好玩。就刚才你说那个做那个螃蟹的哈，还做什么瓜子的、石榴的、桃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个做什么来着？我突然想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叫什么2个角那个吃的那个叫什么？对，就那个东西叫什么水果？是不叫荸荠啊？就带2个角，像那个羊头一样那个。对，就那个也做那个，一个盘里盛了很多，做的特别小。对还有它仿漆器的，仿漆器的品种，是仿木纹釉的，对都有哈，这个是还比较多啊。是的，好，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叫菱角好像是对，菱角，对菱角草字头的，哎呀妈呀，一个盘里面，这个品相也是比较好的啊，这个圈足这有一个细微的这个出窑的这种小窑刻，属于正常工艺。是的，这个就主打一个好玩。你要是说，它有什么多好的市场表现价值，真的是因人而异。对，你碰到喜欢的就可以。我们上场卖过一对儿，反正还卖了10万多。对，卖过一对儿。是的。可以看一下啊。好，还是2件单色釉。这个你来讲。对，这个也是一个单色釉啊，也可以说它是带有这个仿生性质。它做的明显是个鱼，因为这种鱼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吉祥的。它是鲤鱼啊，那个很多我们比如说鲤鱼跃龙门，对，包括它代表一个这个年年有余啊，也是当时很吉祥的一个意象嘛。然后这也是在乾隆时期他用瓷来做的一个瓶，然后当时也可以作为这个花插，对，花器，对，然后它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是一个立件儿，它做的这个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这个鳞片，这个鱼头做的都是栩栩如生。115号，对，这件是115号，而且它这个釉色呢也非常的匀，
这个品相就是这个口上有这个一个小磕修，然后有一道冲线。对，算一个当时一个创新品种啊，蛮有意思。是的，对。但做花叉什么还是很好看的。对，对，这个鱼纹确实是也是中国传统纹饰中啊一个比较这个有特色的一个经典的纹饰哈。对，以前那个包括那个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双鱼喜龙泉里，对啊，从宋代哈，对，对，比较喜欢在瓷上做这个鱼。其实这个鱼纹最早我还就在新石器时代那个仰韶文化一个斧头还有什么一个鱼的那个，就最早就有了。对，很早就有了。对，包括后来这个长沙窑。对，长沙窑上面也有双鱼。对，我见过，我上次在新加坡的时候去那个黑石号还见过，对，黑石号沉船的一批啊。那要这么追溯，我跟你说，就是古文明就有了。是鱼嘛，因为最早的时候就中国渔猎哈，对，农业和渔业啊，是这个是最早的啊，影响这个中国古人生活的哈。对，那好像还有很多西方的和中东的也会用鱼的这个对，都有，因为这个充分说明了，因为大家就是古代这个文明的兴起嘛，都是就是沿河嘛。对，是的。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古人活得比我们精致多了，就是他们不管是从你看就是文房用器的一个讲究程度，对吧？不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的，然后他们不管是你看玩琴，对吧？他们也有什么配套的一系列，对吧？然后人家的祭祀和所有的东西，包括日常上讲究，我就看所有的古代的瓷器啊，没有人会把不吉祥的东西放上面。这倒是，是吧？他真的比我们讲究多。但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时代的这个所需，因为古人他也没有其他的一些项目，所以他只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了。我们现在呢是随着工业化的一个进程啊，就是现在社会大发展，对，这个三个这种工业革命啊，就是那没办法，因为我们还要顺应潮流哈。不是，我想说的是啥，你知道吧？就是还是要向古人学的一点，就是多要展现吉祥积极的东西，对，少说丧气话。对，这倒是，对吧？对，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比我们讲究了，不像现在我们很随便，就是你礼仪也没有礼仪，传统也没有传统，就基本的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要有的。大家就越来越随意了，感觉。对，还是要尊卑有序，就各种的。红釉天球瓶也难。红釉的那天球瓶，红釉一起讲。下面可以讲2个红。下面先讲红牌的吧。好，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讲完这个青釉啊什么釉啊，我们再讲一下这个红釉哈。77号，然后就是那个蓝釉天球瓶在边边。那个红釉瓷器啊，这个说实话，我个人比较有感情啊，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入门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学了几年之后啊，自己入手买的第一件这个作品，就是乾隆时期的一件这个红釉盘子，20.7公分的，就是接近21公分的那种盘子，所以我一直算是我这个入门自己花自己的钱买了第一件藏品，所以呢，官窑的官窑带那个官窑就但是那只也是品相问题，就有磕和冲线的。当时我是在这个嘉德四季买的。那这个就是比较入门的一个品种哈。所以对红釉一直情有独钟。当然同时啊，这个红釉器哈，在中国这个颜色中也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一件器物，就是这个红釉能产生啊，跟这个叫五大名窑中的钧窑。就它能掌握这个一部分铜红的时候开始有的哈，然后到了这个永宣的时候开始这个成熟时期的什么西安红啊、牛血红啊、鸡血红啊，这等等名词啊都有了。但是红釉在明清两朝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共同规律，就是早期有，中期衰败，晚期消失。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就是瓷器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双关性啊。明清两代都是这样，你看都是早期，你比方说。明代是永宣时期比较有，你看到了成化之后，你基本上见不到了。对，就偶有红釉作品，那非常非常罕见了。那明清也是，从康熙时期开始不烧这个红釉以来哈，包括他康熙的一些红釉，还有包括这个郎培之霜的郎二红也好啊，还有他以研究这种叫这个宣德时期的这种雪花蓝研究时的这种就是那个江浙红也好啊，就是推釉技法嘛啊，它跟这种涮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推釉技法。然后你后面到了什么雍正乾隆嘉道之后，你基本上就很少见了。虽然说红釉你要是细化来说的话，从那个就是咸丰朝算是一个分水岭。对，就是你看咸丰和咸丰之前，你还能见到很多这种红釉品种。到了咸丰以后，就慢慢用胭脂红来取代了。就我们看到什么同治、光绪，无论是红釉的釉春呢，还是什么碗啊、盘子，基本它其实就已经是胭脂红了。对，那包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种叫清华玉里红，那个八仙鹤寿的那个碗。在嘉庆和嘉庆之前，你看都是清华釉里红的。嘉庆就是一个分水岭，它是清华加有一部分是清华加这个釉里红的，还有一部分就清华加胭脂红的。这也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鉴定的角度啊，就学一下这些常识哈。那就是很多品种就是到了这个尤其是红釉这个，就是很奇怪，就是都是早期
有，中期开始过渡，晚期没有，清代和那个什么都是一样，一直到了晚清民国才开始又复烧了一个。充分的真的是跟着历史走哈。对，那红肉呢，就当时我们也讲过了，就是红肉啊，包括跟釉里红，它也一个道理吧，就是烧这个红肉，因为它是铜里子啊，它非常难烧的，因为烧了比较好的这种颜色也是非常难的，就是到了清朝还有是有的诗还写过这个烧造难度，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叫要小青龙烧老红，对，还有一首诗我也忘了啊，以前还记得来。这哪是诗，这是口头禅。这是口头禅，还有一首诗我也忘了，就充分说明了烧造红肉的这个难度比较大。就是红肉呢，因为你也知道红肉这个颜色啊，它有这种暖色，还有这种冷色啊。就红肉在暖色调中算是最有代表意义的颜色就是最有激情和活力包括我们中国人对红色一直认为是一个比较吉祥的一个颜色就我们甚至现在国际上把它称为叫中国红。对，没见过一个国家是这么喜欢用红。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红色人家就是结婚也好，什么好对，都是以红色为主。哪天你对吧？赶紧要结婚。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以为你季红釉盘的。等会儿，当着广大的朋友们，我以为你要说我结婚的时候你要送我一个什么？没问题，你什么时候结婚再说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乾隆时期的季红盘的。当然，这只呢是一个不带款制的一个作品不带款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相对来说，这只呢颜色烧的还算不错了整个釉色还算比较匀净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其实这个跟官窑也就差一个块，真的是差一个块。我也想这么说。整个从形制上呀，然后做工还有发色，所有的东西，对，质量已经算非常好了，这个质量非常好。是的。好，然后我们红釉接着讲反正都是红釉了。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只这个是多少号？这个号在哪？这是天平号66切到66号。这只呢是一只红釉天青瓶，它是就是红釉的历检品种。就是我们这种天釉瓶它有官窑的，也有民窑的那当然要有官窑的，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高了。但虽然这件呢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就是定到这个雍正而不是定乾隆呢？就是乾隆的一般形它这个形更往下，然后收的更什么一点，这个呢就往上走带有这种穿越到雍正的这个遗风然后这只天青瓶呢，因为它尤其是圈足收的更明显然后这只呢好的，它这是带款它虽然是一个寄托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一个宣德年制的寄托款一般这种民窑的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即使是釉底或者还有部分沙底，很多都是不带款的。就是一般能带款的这个作品呢，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虽然有些官窑器，比方说它带着款或者不带款，或者一件官窑器的款伤了之后，比方说它打洞了或者磨款了，它为什么跟它有款的时候，它这个在市场的价值表现力会差别这么大呢？就这么来说就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同事，比方说喜欢喝可乐可乐它有分那个有糖的还有无糖的是吧？但他肯定要坚持喝他喜欢喝有糖可乐。他为什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可乐没有糖就相当于没有灵魂。这个是我们 B 座一个朋友那个杨建中同学的一句名言那个他经常就跟我说，他说龙哥，这个喝可乐不喝有糖的就没有灵魂，你知道吗？就是这句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有艺术性你把他这句话移到这个词性上一样，就是一件东西它有款，它本来就是一件有款的作品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它同样是品样问题，哪怕它口有磕或者冲线，它都相对来说比它的款伤了，它的价值表现要大。比如说它款伤了之后呢，你就真的就相当于烧了这器物的灵魂那种感觉你会感觉突然一下就少了很大的这个一个分量一样的，就是包括一件瓷样的熟款和没熟款，它这个价格体系还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就是你比方说都是在东莞生产一些衣服你打上耐克的标或者打上 LV 的标和打上它没带标，它肯定价格不一样的，就说明它有虽然这个是同一个东西，对它就叫品牌属性或者是一些这种对外附加值确实是。对。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像这个，就是它虽然属的是寄托款，它这个对吧？是不是也是作者的一种自信？也有可能，是吧？也有可能，对，是吧？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很多，比如说他仿的感觉做的不怎么好的时候，他也不会把自己的或者是一些标弄回去嘛。质检红呢，我们虽然写的是一个这个红釉天青瓶，它是一个深色这种偏霁红一些颜色比较相对来说略深沉一点，整体红色还算可以但是虽然说它整体略深沉一点，但是发色相对来说还算均匀一点这个主要是可以看一下老包瞳孔里面还有条冲线，那它里面我看了它里面还有个纸的资料，在这个里面是老的纸还是什么呀？你早说我拿个筷子吧。弄不出来，在里面就是老的一个什么资料，不知道什么在里面
就这么懒那新买了之后谁弄的？取出来看一下吧，我也不知道。然后还有个纸质的资料是吧？看一下啊，你们俩先讲那个，我拿光看一下。好，然后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蓝肉的品种。这只呢，就是说我们等的中期，那个有人会问说，你们怎么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什么雍正乾隆还是中期啊？就这种其实偏驾到一些哈。为什么呢？其实大家看一下，就看一下这个修图就行。你看这个导播给个镜头啊，看一下这个修图。对，大家能看出来为什么？就是当然这个还有个苏比的记录哈，05年的记录啊，就是但是大家看一下，主要看一下这个修图哈。如果是雍正乾隆时期的天球瓶呢，第一呢，它就是这个脖子不会这么，会更这边收的更什么一些，就更丰满一些。其次呢，它这个修图下面这个肚子这儿更圆润一些，下面这个收足，尤其到了底部的这种情况，它更圆润，有一种泥鳅背的感觉。这个呢，修图就略偏尖一点，这个就明显的这种中期时期的这种修图方式哈，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鉴定的依据这个颜色，这个蓝也是拔的非常好，因为相对来说蓝色可能更好烧一点啊。从颜色成色的时候，它更加沉稳。而且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大呀，一个大天球瓶啊。其实越大的和越小的越不好烧。对，天球瓶，对吧？电话。那我们接下来讲哪个？还是差不多了。颜色，把还有2个单色，那2个小豇豆红的，不是那个豇豆红的一个水鱼，豇豆红的红的，对，还有一个一起，还有一个小板吧。还有一个水鱼，对，我讲完这2个，咱们就开始讲彩瓷哈。对，因为已经快2小时了。没事，好，把那个给拿上来就行。豇豆红，这个刚才就这个顺带讲一下啊，这个也不是说那个多么那个重点，但是呢，相对说还比较有特色。就这个2件呢，就属于标准的这个叫豇豆红的作品。我们刚才提红的时候也讲过啊，这个豇豆红呢是这个康熙朝创烧的。康熙朝创烧的有这个传统的叫8大马啊，豇豆红的8大马比较有名的。这2件呢是属于这个晚清啊光绪朝仿这个老康的啊。我们光绪还有一个外号叫小康哈，大家都知道他经常仿一些康熙的一些品种。那这个呢也是，为什么要讲一下豇豆红呢？就讲一下这个红肉的制作哈，就是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荡釉或者是这个蘸釉啊等不同的方式来这个成型的啊。这个你直接就对准这2件东西啊，就是豇豆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因为它是在康熙朝在复烧永宣一些失传的一些品种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试烧这个雪花蓝的时候，就是想这种蓝釉可以有吹釉的方式，我是不是这种红釉我也可以用吹釉的方式哈？对，然后就尝试，结果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叫豇豆红的品种。那为什么叫豇豆红呢？大家经常做菜可能知道哈，一些这个喜欢做菜的朋友，就是因为它这个颜色跟这个豇豆的颜色非常相近，红里还带这种绿苔点啊这种感觉。因为呢它是用吹釉的方式吹的，所以呢在烧到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这种铜离子啊，对这种当时这种火候的这种我比方说它有的比方说温度高，我有的就温度低，比方说我有的铜离子呢，我就还原成3价高价铜，有的呢我就这个就有的就是我就成了低价，这个是吧？就2价铜，它就成了个绿色蓝色，高价就是成红色，它就形成这种特殊的这种红绿相间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哈，有一个很独特的这种审美。其实豇豆红呢还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上海博物馆我忘了是不是这个居展堂先生捐赠的一批里，有一对这个，因为豇豆红它虽然是豇豆红，还有一个烧的特别好的那个，是一对苹果墩还是什么，那个几乎烧成那种绿色的那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也是一对这个苹果的这种苹果水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烧的特别嫩绿的那种，也是有的。全绿的那种，对，几乎全绿啊。有这样的。对，就是也很漂亮。就是当然了，这2只哈都是这个晚清仿康熙的，不是康熙本朝的。但是也很好看。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像这种啊，也属于这种，就这种啊，也属于这个呢是那个晚清创烧的品种，以豇豆红创小盏啊，小杯盏。这种呢就属于这个仿那个康熙朝本朝那个8大马的苹果墩，一个文房的一个水鱼哈，也蛮好的。这个呢也是以前互出的一件品种，当时我还有这个互出的一个图，当时没附上。这个呢就是当时那个圈足稍微磨一下。这只小碗呢也挺有意思啊，也是一个这个创新品种，口上有个科，还有2个通线，也是都落着这种仿康熙的款哈。好，这个一个是这是多少号？这多少号？这个是118和119挨着的，有2件这个品种啊，豇豆红的品种，大家可以看一下，确实挺好玩。建议大家一起买。
对，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一部分这个彩瓷啊，这个跟你说了，麻烦这两件帮收一下。先讲那个红绿彩的罐子，那个罐子先讲那个杯盘子杯碗跟最后讲。好，然后我们开始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些彩瓷的一些作品啊。首先呢，给大家讲的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这个明代的这个中期的一个这个红绿彩的一个罐子，这是画的什么莲石鸳鸯、花卉、荷塘露丝什么的，就是反正这种花鸟纹饰啊。然后这个红绿彩，哎，这个红绿彩，我觉得还让天宇来讲一下啊。对，这个是天宇对这个红绿彩比较有这个研究，会有研究啊。这个红绿彩，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说是一切釉上彩的这个鼻祖，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金代啊。然后在金代呢，应该是山西地区烧这个红绿彩。这个红绿彩其实它的可以是最早的这个釉上，就是可以说是后来那个粉彩什么的都是从红绿彩开始的。而且这个红绿彩，一般人都觉得这个红和绿这么冲突的一个颜色，但是中国的古人呢，把它这个两种颜色搭配在一个器物上，而且显得很热烈，也没有显得很那个俗非常热烈、非常精彩的一种搭配。这个就是在那个明代把这个在这个金代的这个红绿彩的基础之上，把它这个技术更精炼之后的一个作品。而且它这个造型呢也非常的饱满丰尖，然后在下面这个收，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红绿彩中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对，红绿彩这几年好像还蛮受追捧。对，尤其是这个国外对更重视。对，可能在国内的重视还不够。对，没有国外的重视。对，像一部分这种红绿彩啊、法华呀，对这一类，其实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是的，对，你就看那些陶瓷大家和那些著名的古董商，对，特别一定会都是对，一定会有的。对，是。好像是真的是，就是国外的，就是他们对，尤其金代的很多的那种，对，特别。反正这种罐呢，就很明显是明代中期的这种什么重红时期的那种造型什么弘治正德时期的，然后也是算画红绿彩画这个动物纹饰的这种荷塘玉鸳鸯、满池娇什么这种算比较开光之内，对吧？还有开光，对，几组开光一般都4组开光，和分会。就还是很有韵味的，就是它的这种是那种不是像雍乾的时候它的那种很精细的美，对，它是那种很古拙的那种美，是，很有味道，这种应该是你的天宇会喜欢的吧？对，其实这种真的都行，其实我个人还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就是那个老一点的东西多一点，是吧？是，为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么害羞呢？你是又想起哪一个姑娘了是吗？也没有，就是景德镇窑，对，刚才这个就是景德镇窑，就是这种红绿彩，除了这个就是景德镇窑产，在当时这个叫福建漳州，对，漳州窑还有一批的这个生产大家可以从胎质上或者是一些材料上还可以区分，就漳州窑的当时很多品种还用于这种出口，对，因为漳州它地区是沿海，对，但是这个刚才从胎质能看出来，所以景德镇它的这个做处理还是更好的，对，相对来说景德镇的这种质量上还更好一些，当然漳州窑也有部分画的非常精彩的就是大家可以相互来油漆博物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做一个对比的一个分析就每个窑骨其实也有自己生产的很精致的一个品种都是有的。你们俩觉得这是明代什么时候的？中期的吧，中期偏早可能，是可能偏早一点。它这个扁菊什么的还带有一些早期的这个对，是的，对，包括这个菊这个画法对，早期的一些永宣的那种什么，对，从明代继承过来的，对，从元代对，从元代继承过来的，所以应该还是年份还是不错的，反正至少中期了，对，这么一般保守一点，标明，对，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好，也是非常有学术参考价值，学术有什么都可以比较好的一个，对。好，我们讲一下这彩瓷接着讲，然后你要讲哪个？小杯，小杯吧，这小杯比较精彩。这对小杯，正常就是来钓鱼的人，来钓鱼的各种朋友，基本上就是来了必看的一顿。28， 28号。那我们讲这个彩瓷呢，就讲一下这个要讲到这个康熙到雍正时期这个五彩到粉彩、珐琅彩了，因为这对呢它是五彩加粉彩，就它既保留了康熙的五彩，同时呢还加了一些这个粉彩的这种工艺在里面，因为这种呢就属于这个叫康熙到雍正早过渡期的一个作品。对它也在向着斗彩的那种方向发展。没有斗彩，不是，我是说向着那个发展。我还连斗彩和那粉彩都分不清呢。就是因为这对呢，它小杯的它造型比较好，它的圈子呢相对来说比较高
是一个算是这个比较精神的一对小杯子啊，画工也比较好，大家可以看有一对侍女啊，这个焚香饮食比较悠然自在哈。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杯的另一侧大家可以看出来，它是有这个款的，有一个树叶跟胡子款啊，它是有款式在的。这个杯呢，据传啊，因为早年是我们公司好几年前大牌拍出来的，就是当时大牌出来的。为什么是据传？不是，我认为据传是这个，说是早年是上海我们公司这个出来试出的。就是据说啊，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上海一个厂家提供的，他早年是说在我们店买的，只不过呢票据什么都找不到了。后来呢，说在我们公司大牌出来之后呢，这个那我们有幸挣到我们网拍上来了，说过了几年之后挣到网拍上来了啊。就是据传它是这个文物店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口边这些报废纸的小点胶啊，一看这种非常老的，这个都已经。有个镜头吗？对，那这上面这种小点胶啊，点补的这个颜色都已经发新黄色了，都是这个至少都有一个什么10几20年以上的这种时间了，对老修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什么，大家可以看，这杯子真的很漂亮，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哈，关键成对的这种，成对的，就反正这些年这个杯子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啊，就是喜欢喝酒饮茶的啊，不是这些年，我感觉杯子的价格就没有一直10年好像都很坚挺，是的。那我们下面看这个，行，也品种，哎，这个是多少号来？这个60。先讲这个吧，先讲这个。好，我们先讲一个现在这个号，提梁壶，这个49。好，我们讲一下这个49号这只小壶啊，这个乾隆时期的一个珊瑚红地儿描金开窗的这个英系的一个小提梁壶，这把壶也是哈，这个画的比较精彩哈，这算是在我们有几把壶，但这只壶也算是这几只壶中这个比较出彩的一只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这个珊瑚红，也有铁红哈，用上这种低温用铁红，然后开窗画这种粉彩这种英系的，是的，就是英系这个题材的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品种哈，因为古代嘛，这个都向往这个就是多子。对，从很早就是一个很受喜闻乐见的题材。对，从宋代、明代啊，对，都是有。希望这个孩子都能这个，一个是寓意多子吧，这个都能茁壮成长哈。因为在古代跟现在那个医疗条件不一样，对，就是这个大家都其实包括我们中国传统家庭的老一代哈，可能人丁兴旺啊，对，特别讲究人丁，对，讲究这个啊。然后包括以前我们现在可能独生子女都比较多了，那以前你看你的父辈或爷爷辈，可能就兄弟姐妹都好几个人啊。现在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现在国情也不一样了嘛，以前的时候就是比较崇尚这种香火哈，人丁兴旺啊，还比较好的一些寓意啊。因为以前确实人也没这么多，对，更鼓励了，对，比较想这种热闹，一个大家族对多哈，是的，就聚在一起就会比较热闹啊。而且它这个上面呢，你看它那个还有描金是吧？对，还有描金，还有描金，这个可能那个什么看的视频上看的不是很清楚，也是对，也是比较这个，包括画工方面也是哈，画工方面也是这个画的比较细致哈。那个每个孩童啊，拿着一些东西啊，你看这个提着这个磬子，对，拿着这个笙，还有这个戟，然后这边这个采莲。给大家看细节，因为要看一下，其实每一个开脸是不同的。对，开脸也不一样。对，就是每一个孩子，每个孩童对这个开脸啊，这个，对，他人物形象是这种对，形态也各异啊。对，表情也挺丰富的。而且你看他的衣褶的所有颜色什么的搭配都不一样。是，这还是比较画的比较精细的哈。对，这个就是他的不糊弄，对，还是非常好看的。对，好。还有哪个？那还有好几只粉彩。这个拿这边。还有好几只那彩石的那个，还拿这个。对。慢一点。那讲一下这个，没事。这个是多少号了？刚才说的。 62。62。62。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吧。它属于好像叫套彩啊。它其实是绿釉，先烧好的绿釉，然后在上面。对，有添的墨彩，勾勒出来。对，这是属于套彩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哈，这个乾隆这个墨地绿彩的这个缠枝花卉的一只碗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啊。对，可以看一下，符合乾隆时候的风格，他就是喜欢这种满的，对，整个的。这种呢，它是烧到跟传统还不一样啊，就烧到它是先烧一个绿釉，然后用那个
墨彩然后再填充的。对，它属于类似于套彩的那种写法，好像是，就专门一种写法，跟传统那种什么还不大一样。传统的那种是什么呢？是我先勾出了边儿，然后我往里添彩。对对对，它是什么呢？它有点留白的那种技法。对对对，我勾出边儿了以后，然后我把空白的地方我给填上，对，让你会视觉上觉得哦，这是一个墨地，其实它不是，它墨是最后画上去的。这是质量非常好啊，虽然它也是一件民谣的品种，但是你看，包括这个修足啊、款质啊、修足啊、款质还是非常标准的啊。是的，非常好。质量也非常好的，这个款写的我觉得很好，非常好，修足也是有这种泥鳅贝啊，这种浑圆的感觉啊，而且它很薄，对，这种呢还有除了碗，还有那个什么杯啊，都那种小碗，都有的，对，我见过小杯，也很好看。它这里面还有一朵花里面还有佛手，带着佛手，还有细节处，对，还有一些细节，还有花蕊，对，可以看一下，你看，比方说这朵花，对，跳出来了，有这个佛手的，还有一些小细节、小心思在里面，所以细看那块，古人真的是我们自己中国的设计师还是很牛的。里面有冲线了，2条冲线，有冲线啊。具体品相的话，大家从小程序里可以看一下哈。好，OK，好，下一个你要讲哪个？这是勺子。勺子，不是还有一对勺子吗？那对勺子。粉彩。你要是拿上那对，哎，还有一对勺子吧？是不是还有一对勺子在这儿？白鹿。那对勺子不是还有一对勺子？对，还有一对。对，你把那对勺子拿过来。好，那你先讲这个吧。这一堆。好，我们讲一下这个勺子啊，这对勺子也叫在古代它叫匙，就是这个什么喝汤喝粥啊什么，反正用的勺子。那这一对呢，它是画的非常好，这是画的那个江西什锦，它当时应该是配套的，对，一套。比如说江西什锦有那个杯子，有杯啊，有碗啊，有什么啊？对，这个画的非常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江西什锦的这个东湖夜月，这只哈，可以看一下细节，可以啊。我这个是白鹿古洞，那是白鹿古洞啊，是的，后面都有这个相对的款式啊，介绍这个江西什锦啊。对，应该是配套的，对，画的非常好。然后另一只哈，另一只也是啊，另一只是这个白鹿古洞啊，这只画的我觉得更精彩。白鹿古洞。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像这种粉彩的，它当年用吗？怎么可能不掉彩呢？这个可能还真没用过，是吧？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没有用过的。对，这个保存的还真挺好，是吧？彩头保存非常好，欢迎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那种上手图，还有那个实物图啊，或者说来调阅的时候看一下实物。这个彩保存的非常好。然后我们还有一对啊，这个48号。哇，瘦。对。哦，这个做的好哈，这个是料，上面是蓝料，对。这个圈儿啊，48号还有一对这个汤匙哈，这对汤匙呢是这个，它跟传统的这种粉彩不一样，它是加了这种以蓝料彩为主的啊，这个料彩啊的这个一般都是进口的，相对来说这个是的，对，就是更加高级，对，而且它还不是淡淡的画，它是有点堆上去的，对，它属于那种叫珐琅彩的那种范畴了，范畴里面，它是各种怎么说呢，各种花卉啊、瑞果啊、灵芝啊，然后它中间是用这个大红勾边然后描金的寿字，外面呢也是杂宝纹哈，它有这个款式叫第3款啊，大清刀光年制，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然后包括这个内部的细节，可以看一下，这是成对的，然后这对呢也是以前文物店出来的，然后带着这个文物店的这个签啊，都带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保存下来，而且很薄，刚才我们的汤匙都很薄，对，这个成对保存下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对，而且这种东西是最容易损坏的，对，这一只呢就其中一只口边上有一个小飞皮儿。这外边没事，就里面有个小飞皮儿，另一只还是全皮的。真的，那我觉得很好看，对，质量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蓝料它是堆上去的，所以你特别有那种立体感。对，厚重和立体的哈。是的，像镶嵌的一样。对，推荐。这对也可以，反正这2对汤匙都可以关注一下啊，反正非常好，质量是非常好。这种以前在拍卖会上都是这个3万左右一对的。是的。好，这都可以收了。挺好，把这对收了，慢一点。把盘子搅，粘在上面一点。好，再讲一下这对这个珊瑚红地留白这个竹纹的这对盘子。好，57。这种呢，当然这一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嘉庆民谣的一个作品啊。像这种呢，还有一些官网的作品，我们经常看到有那种碗哈，碗比较多。对，就它还有一个比较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叫盖雪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珊瑚红地留白是吧？为什么叫盖雪红呢？就是它把白的这个部分啊，形容是积雪，然后盖上面一层红，所以它叫盖雪红啊。这个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名称，就这种技法哈。针对这个品种，对，这个也是这种就是
以上红地儿，然后留白，然后留白的像当时那些纹饰啊，就是竹纹的哈。这是梅花吗？是的，那就也是梅竹双青了。是的，对，夹心的一对盘子，保存的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好。它主要还带着这个北朝款啊，但是这个民窑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主要确实是这个品种，别管是官窑、民窑，碗多见一些。对，对，就是包括它的背面也都是有纹饰的哈。虽然是民窑，还是很特别的。是，好，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后面。好。然后这个，这是多少号？109。109。这就是晚清民国的，它做的山头光绪的款。然后这个呢也是比较漂亮，它的颜色比较好看，而内外呢都有这个就是梅花纹，它不同的梅花，一个是开的，这个是不是过墙的？好像是过枝的，过枝的，过墙过枝的啊，就是内外都有画的啊。然后这个一个小碗啊，这个还写着这个题诗哈，东阁香浓东阁春浓，能行道人是比。就这个人呢，他画的啊，他画的写的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小碗啊，大家可以把它切一下进去，切一下这个进去，对，可以看一下，颜色还是比较粉嫩的。粉桃花好看。过枝的2种不同的梅花，过枝晚新这边都有啊，还有落的这个光绪的这个款哈。就还是那句话，别管是什么年代的，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漂亮，对，漂亮。先得过我们艺术审美的这个关。对，好，还这个好，这个是多少号？46。这个是天宇。这个它也是，我看以这种应该是黄鸽釉啊为底，然后上面呢这个画的是这个是八仙，应该是18罗汉吧，18罗汉啊，18罗汉。然后这个边呢，这种其实在清中晚期，你抬起来这样让大家，哎呀好沉，只能你抬。这是18罗汉。哎，对，这样。这不是讲这个题材呢还是比较少，而且呢，它这个人物的开脸可以看到画的非常生动，而且呢，他们各执他们的这个法器啊，而且这个每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而且这种品种呢，我们也是见这个皮儿比较多，像这种盘呢很少，他们这种呢一般皮儿的跟这个底儿跟这种盘处理，它都是这种款啊，都是这种成画的这种寄托款。对，然后它这个盘的这个四周呢是这个八宝是，时代佛教整个一个佛教题材。对，时代特征也非常的明显，关键是这个是画工非常好，而且这么大，尺寸特别大，而且真的好沉呐。对，尺寸特别大，非常的厚重，是保存到今天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我说一个科学的问题啊，就是同样的尺寸，如果越沉的，代表它的胎质量越好，越紧，越密，有没有这么说？有的它制作这个不同的瓷器，它用的那个胎还是不一样的。好像有这种说法所以也不一定说是越沉，就是同样的器型，它比如说相对的越那什么，也不一定是紧密。对。那这是什么釉？这它就是那种米黄釉，边上这个就色胎，它是没施釉是吧？不是，它应该施了一个那种酱油。酱油吧，对，上面是那种有点仿铁釉的那种，里面是那种米黄釉的。18罗汉。对，这种品种我觉得盘儿很少，一般是皮儿。对，大盘这个。对，而且人物画的非常好，非常生动。看人物看开脸嘛，这个的，都是那种。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画的有那个范增的那个味道，是吧？是，还多少有点意思。包括衣纹处理。对。就是应该说范增有他的。对，范增学习的。对。好。还有哪个没讲？还有哪个没讲？彩瓷的那边好像基本上。我瞄一眼。我还要看一下彩瓷。我看看这个。这几个都没拿。这几个都没拿。哎呀，主角没了，主角跑了。先拿这个。对，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可以出价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叫什么了？好。这个后面还有几个就4、5件，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好，这个呢是一个。撒蓝的吧？晚清撒蓝描金的一个罐啊，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撒蓝，灰的那个，它这个撒蓝釉呢就跟传统不一样，它也是那种吹蓝器吧，
所以它有这种洋洋洒洒的那种感觉啊。但这只呢上面还有喵金纹饰，这只喵金纹饰我说句实话，在晚清里我看到它算保存的非常好的。是的，因为金彩它是属于釉上这种低晕彩，它容易脱落。它是最容易脱落的那种。这个已经可以切个镜头啊，切个近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近景啊，这个保存的非常好，整个这种珠光宝气的。对，荷塘露丝啊，这个荷塘鸳鸯纹啊，对，荷塘露丝纹吧，这个是，对，露丝，大家可能看到了吧？可以稍微把它全景放进来，稍微再往下一点哦，好，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啊，包括还带着原配的盖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是我个人都非常喜欢。我也喜欢，整个其实如果看实物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整个金彩保存这种完整程度，对啊，已经算非常好了，包括它盖子都还带着。实物是要比视频里头更就是保湿懒一些，因为视频里会感觉发浅嘛。这就也是就是光绪的一件作品啊，咱简单介绍一下啊。好，再一个，啊，对，刚才那个杯子的时候，这一只没讲。对，这边还有一只小的这个我们叫马蹄杯，因为它形如这个马蹄啊，大家就是顾名思义的马蹄杯啊。这个，对，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看是多少号？39。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只小杯子，这是画《西厢记》的还是画什么的？就人物故事吧，也不一定。人物故事，对，也可能是《西厢记》。对，就看不出来了。就是这个呢，好在哪呢？这个大家看一个款哈，大家就知道了，雍正城。仿成画的，对，仿成画风格的，对，双孔款啊，一个雍正的一个小马蹄杯，整个彩啊什么的保存还算蛮好的啊，小马蹄杯非常漂亮哈，可以看一下，这个转一下，对，它主要是通景的整个，对，通景，雍正的马蹄杯，好，然后内饰，看一下这个是多少号呢？40。这只盘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只盘子啊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只盘子。刚才可能那个拿的时候没注意，这也是摆在我们那个重点展柜那几啊。这只盘子呢就是画的非常漂亮，也是，用乾隆时期的一只这个山水亭台楼阁的一只盘子啊，还有这个太阳什么的，这个也是很标准的这种。无论是青花上还是这种粉彩上，都有这种山水亭台的这种花样。是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件就是40号，大家可以切到那个小程序看一下，还有局部的一些特写的一些这个镜头哈，局部特写的一些镜头，画的非常漂亮，很雅致这个小盘子。这个我也喜欢，很雅致。是的，背面它是一个，而且它这个修足呢跟传统的那种还不一样，它有点平切足那种，是呢，那种浑圆它不一样，显得这个盘底呢更加这种厚重啊，能拼多起来哈。非常小雅致的一只小盘。它也很薄，开质对，而且透光，形象蛮好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值得关注，好看，我也喜欢。是，这是确实是，而且彩保存的也比较好，对，比较讨喜的啊，有条冲线啊，有条3条冲线，有条小冲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显得保存确实好，主要是这个讨喜啊，主要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平切足确实也比较少见，是，整个的确实是好看哦，刚才真的是没有看到，这是挺漂亮啊！是的，好看。好，那我们现在讲那个吧。这也是俺这个一个，边上不是还几件彩丝吗？还有就是这一件是一个乾隆时期的一个斗彩的一个盘子啊，这个盘子这是多少？45号。这我主要给大家讲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件斗彩，45号。是的，好。简单讲讲啊，就斗彩呢，就是它跟传统的不一样，它有釉彩青花，像我烧制一个勾边的一个形制出来一个盘子，比如那种类似于蛋描青花了。出来之后呢，在上面填彩，二次在低温入窑再烧制成功。所以说它的烧造工艺呢，就比一般的这种彩瓷呢，它烧造的这个工艺要繁复一些，更困难一些。而且斗彩瓷在这个彩瓷上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如果只是说从那个就等级来划分，它也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个等级了哈。对，因为它是釉上釉下彩相结合的啊。对。而且这个还是乾隆本朝的，也是带有本朝款啊。这是一个民窑的作品，反正适合大家入门啊、学习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东西还是那种很开门的，就是我们说这么傻货一眼货，对，不用考虑新老的啊。对，买东西啊就尽量买一些刚开始学哈，进入就买一些大开门的东西啊。好。
这个有意思。这个也是这个粉彩加描金的啊， 42这种诗文的一个博古的一个盘子，就是但是它这个青肉底的哈。它是在这个属于豆青吧，其实。对，豆青肉粉彩描金的啊，带诗文的。这个诗文的保存的还算行，但是有一部分脱彩了。这诗写的什么？看不出来有一部啊，形象也挺好的啊。后面也是乾隆啊，对，乾隆本章款啊。就这种就刚对于入门和什么学习啊，买一些这种东西还是挺好的。对于上手学习啊，彩还挺好。好，这多少号？42。对，然后它这个表面上，刚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它还有那个蛤蜊光。对，有蛤蜊光。对，看还有，是不是？感觉还是有没讲的，不死心。没有。还有这个。现在讲的是刚讲完42，323500，距离节拍还有3小时。好，我们讲最后一件吧。最后一件。好，交给你讲。这一件也是，首先它这个造型呢是41号。首先这种泽岩的造型呢是外销风格，因为外销瓷这种造型比较多。这个呢，但是它是画的非常好，它画的是这个凤仪亭。凤仪亭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少这个的版画啊，就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这个版画作品。然后这也是这个《三国演义》中非常这个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这个王允啊用这个连环计，然后就是这是貂蝉啊，这是吕布，然后这是董卓，然后这是讲这个他们这个吕布跟这个貂蝉的这个事儿啊，被董卓发现之后，然后董卓这个非常这个怒气冲冲的这个神情啊，包括这个赤兔马，还有这个方天画戟，这些刻画的都非常的细致。而且这个呢，它也是这个釉上彩，釉上彩呢，它是也是先要这个在素白盘上画这个画儿，然后这个也是画的非常细致。而且呢，我们看它这个，它后面有一个这个佳士得啊，佳士得的这个来源啊，也是来源有序，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件。然后它的品相是有一个小修复，然后目前的价格呢也不高，也是本场很值得关注的一件。目前价格确实也不高。对，关键是这样一件东西还是其实有佳士得这样来源，确实是值得购藏的。而且对，基本差不多了。对。行，那行，今天啊，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导播哈。好，对，还有基本上差不多，我们想讲的也都讲完了。还有没有很完全，然后大家进小程序里面所有的信息都在。对，我们也不能说就一一给大家介绍。对，100多件。有一部分